Procreate 透视作业使用手册。首先是笔刷设置，这里我们需要使用到的是 Procreate 自带的笔刷，在书法当中的单线笔刷，因为这个笔刷是硬笔的，没有粗细和压感的重力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Procreate 有个功能，就是你一笔划过去，稍微停顿片刻，它就会自动形成直线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 Procreate 自带的这个单线笔刷它太粗了，我们需要细一点的，怎么办呢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点击复制，新出现一个笔刷，单击它进去，然后在整个编辑里面的最下方找到属性，将最小尺寸和最大尺寸依次调小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同样的但是更细的单线笔刷。那么这个笔刷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所需要的笔刷。你可以看到我们拉一条直线，停顿片刻就可以出现直线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所需要用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太粗的线会导致我们在透视拉线上面的各种错误，所以我们需要一条细的线，让我们的透视更加精准的定位。好，那这就是第一个对于直线和笔刷应用的方法。第二个是我们在绘制的时候需要用到的。第一，将你直线单拉之后停顿片刻，它自己会成为一条直线。那么你斜着拉停顿片刻，它也是一条直线。那这个就不同于 PS， 因为这个还可以什么呢？你拉一条弧线，停顿片刻，它会自己形成一个自然的弧线。你拉一个圆，也许你画的不够圆，但只要你停顿片刻，它就会成为一个比较规整的圆。你画一个正方形，也不一定要有多正，但是停顿片刻，它会成为一个比较有棱角的几何形。那么这个功能就等同于 PS 里面的按 Shift 去拉点，方便大家在绘制透视的时候拉出直线和顺滑的曲线。那么接下来就是重点，我们在 Procreate 作业的绘制当中，我们如何去绘制 OK 的辅助呢？那么因为我们没有辅助，所以我们怎么办呢？可以看到左上角这个工具栏打开，然后看到第二个有一个画布，那我们去点击这个画布，可以看到下面有3个东西是我们需要的。首先动画协助不用管它，它是用来绘制 GIF 的，我们需要打开的是这个绘图指引。点开这个绘图指引，我们就会看到右侧的画布上面出现了一些网格，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辅助。但是这个网格不是我们本次课程需要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点开下方的编辑绘图指引，点进去可以看到下面有4行，2D 网格、透视和对称，这3个是本次课程所需要的。好，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试。首先第一个2D 网格它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可以看到2D 网格做来之后，它是一个横平竖直的，那这个作用类似于我们在 PS 里面你去按 Shift 画出来的线。我们可以调整左下角的透明度，去让这个网格的透明度产生变化，方便我们在上面绘图的时候视线不被遮挡。然后我们还可以调整下方的这个粗细程度，去做什么呢？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这个网格的粗细比较合适。那我们这次作业当中用到最多的是这个网格尺寸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设置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东西。那么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说。首先我们看到的右下角有一个辅助绘图，那我们在绘画的时候呢，可以点击它把它打开。那这有什么作用呢？当你点击它打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根据它画出横平竖直的画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调整一个合适的大小，打开辅助绘图，然后我们点击完成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图层这个上方有2个字辅助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本图层上面你不论怎么画，它都是横平竖直的，它不会说有什么斜线啊曲线，不会的，你怎么画都是这样的。那比如说如果我们不需要它，应该怎么办呢？点击它，然后看到左侧上面有个绘画辅助打勾的，你再点一下它，它就取消了。取消了时这之后，我们在不论去怎么画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随便画了，就没有关系了。那这个还是很方便的。好，那么具体作用怎么呢？我们再次把绘图辅助打开。那我们在做图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需要画一个什么呢？画一个正的正方形。那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就用这个绘图辅助，直接顺着这个2D 网格的边描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正方形嘛。那你顺着它描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我们需要的正方形。那这个对于我们后面去贴一些正方体啊，它是很有帮助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本次的。除此以外呢，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绘这个正圆，那么结合我们刚才那个圆的方法，你就贴着边，你去画一个圆，你也不需要多规整，你只要贴这个边去画，然后停顿片刻
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圆。这是我推荐大家后期在画汽车轮子贴轮子的时候去绘制的方法。那么这个就是 ProCat 在第一种2D 网格辅助里面对大家所能用到的。好，我们暂停片刻，我们接下来将介绍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。那么接下来这个呢，就是本次作业中最重要的一个透视辅助功能，就是透视辅助，对吧？我说的是屁话，不重要啊。好，还是老规矩，打开画布，点开绘图指引，点编辑绘图指引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最下方第3个透视啊。那这个时候画布是一片空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去设置透视点。那这个呢，就要结合 K 大上课的时候讲的1点透视、2点透视、3点透视，你去设置自己的透视点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在画布上面轻轻一点，我们就可以自己生成一个1点透视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透视点它很多放射线的，那这个就是你根据它你可以画出辅助，就是比杠比均更牛逼一点。好，可以看到旁边有条蓝色线，它是地平线，这是它系统自己给的，你可以不把它当地平线，只是它默认的，你可以不用管它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点完了1点，它就是1点透视了，对吧？那如果我们直接就这样子去绘制的话，那么你画出来的图就是一个这样的1点透视。可是我们本次的作业是一个有 X 轴有 Y 轴没有 Z 轴的，所以我们再点一个 Y 轴在右边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们的是45度角，所以我们要求两边对称，所以大家记得在点的时候左右两边应该什么离中间那个点是对称的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大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 OK 的一个透视线就出来了。我们绘制的时候，等会儿打开的时候它就会按照这个线去走，它不会走出去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有个问题就是，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上面那个线，左边的是那个绿色的，右边是紫色的。那么这有什么作用呢？就比如说我个人你说我不太喜欢这个颜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清晰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可以看到，你轻轻的点左边的这个线，然后上面这个颜色是可以滑动的，通过滑动它，你可以改变辅助线的颜色。这个是可以帮你干嘛呢？清楚的让你看清楚 X 轴和 Y 轴的区别，以防你看混了，眼睛一花画成了空间魔法师。所以这个功能大家可以调整一下的。好，而且可以看到，其实你单拉它，你去不停的方向各种拉，两边点你都可以拉，你就可以去改变。所以至于怎么设置这个透视点，如何去设置，这个就要根据你对于上课的理解去做了。好，如果你说我们后期有 Z 轴，我们就 Z 轴作业变形，那么你就再额外点一个，你去做 Z 轴，你看往上点就是仰视，对吧？往下点就是俯视。那有的时候我们那个作业需要一个 Z 轴变形不是很明显的，可是我们这个 Z 轴离得太近了怎么办呢？把这个画面缩小，然后往下拉。那这有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是 pad 它有个毛病，就是你拉到下面之后，它拉到界面以外，你点不着它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就把这个画布你把它旋过来，这样的话你这不是斜角那个线最长吗？你再往下拉了，能拉多长拉多长，尽你最大可能。这个时候我们再点进去看的话，基本上差不多就是一个形变不是很严重的，最起码绝对可以完成我们本次作业的一个 Z 轴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示范一下，暂且也不需要这个 Z 轴，我们把它删掉，就剩这2个。好，用完以后，我们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辅助绘图。好，我们点完成，进去之后，我们是得到了一个格子。好，老规矩，看到上面有辅助了，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一个单线，然后开始绘制。好，那这个时候绘制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发现，你可以直接绘，因为我们没有设定 Z 轴，所以系统默认你只要竖着往下使劲，你就是垂直的，没有形变的。然后你往两边走的时候，它就会符合这个 X 轴 Y 轴。但要注意啊，因为尤其是到画面中间的时候 ，X 轴和 Y 轴它那个角度很接近，所以如果你稍微手一抖，不是往上，它就会自动给你画成往下的。或者说你觉得哎呀这差不多，对吧？你眼睛一花，你画反了，那就完犊子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到，我现在画的是一个仰视的。好，那有同学他就会不注意，觉得我这不就按照线来的吗？为什么它是一个这样的？因为你空间魔法师了，所以你自己要时刻分清楚，你研究的是 X 轴还是 Y 轴。ProCat 有个 bug， 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它这个并不符合透视的缩小，就是你看到它现在透视线出去很多网格状，对吧？你说我直接偷懒，直接照它描，我是不是就可以画出一个符合透视的，对吧？倍增的？不是的，它不符合，它这个透视它只是单纯的线，它不符合透视。所以你在去画 K 大的作业的时候，你必须得老老实实的先自己目测。你觉得你自己画的大概是一个正方体，然后根据它去倍增出第二个，这样才能符合透视。不然的话，真的是助教一改图就发现你偷懒了。所以这个透视尺你即使想要用它偷懒也偷不了多少。好，那么如何做呢？你看我们先
大致画一个差不多形的立方体。当然这个因为对吧？你看，因为它是个仰视的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仰视的面画出来。那这个好就好在什么？如果你自己透视歪了，你跟着这个线走，你就会发现到后面死活接不上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用比较细的线，因为粗的线很容易出现误差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对称，怎么办呢？就是新建一个图层。因为它没有辅助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就直接去拉就行了。因为 K 大不是教了如何倍增吗？对吧？连接两个对角线，得到终点。两个对角线怎么连接呢？就之前说的那种，你长拉一条线，然后停顿一下的，对吧？它就 OK 了。而且你这个线它比较好的是，你拉完之后停顿，它变个直线，你还到处晃。好，你说这个时候我刚好要画一个符合透视的平行线，你就可以把刚才那个图层再开成辅助，顺着它去画。那么这样你肯定就能得到它的终点了。得到它的终点以后，你再去顺着它拉这个线过终点，然后交于那个延长线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继续把那个辅助这个绘图辅助打开，顺着它画，那么你就肯定不会出错的，得到一个正确的倍增的一个方体。你可以看到，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就跟后面那个透视尺上面那个网格就不一样？所以这个一定要自己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画哦，不然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错误的。好，那这是第二个。讲完透视辅助，我们来到讲的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对称。那么对称这个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点开它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个竖直的这个水平对称的。那其实这个你可以调整的，你未必要垂直，随便怎么转都可以。那除此以外，它除了这种对称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功能。你可以看点击选项，这里面有什么垂直啊、水平啊、四象限啊、镜像，那这些我们都用不到。我们这次作业就只能用到垂直就差不多了。那这个在我们本次作业有什么应用呢？我们来看啊，我们打开辅助，然后直接去画，你就可以得到对称的。这个在我们第一节课包括后面都会用到。你第一节课不是有个作业让你去画一个三角形的那个窗户嘛，对吧？那个阁楼，那你用这个方法去画的话，就会绘制的很快，就不用自己一笔一笔画，画完之后还不对称，贴上去就还稀奇古怪的，那这个就会好很多。所以那这个作用是在这里，那么这个对称作用我们就 OK 了。好，刚才透视辅助功能讲完之后，我们就要来讲到非常重要的选区功能。就是我们看到左上角有一个像 S 形状的像彩带一样的，那个就是选区功能。点开它可以看到下面有什么矩形啊、手绘啊、自动，这些都是选区的一些各种方式。比如说自动，你要是点击它直接点人物的话，它就会选这个线。但一般呢，我不推荐大家使用，因为本次课程当中用不到，而且它特别容易点歪，就这个不太好。那我建议大家在用的时候用手绘。好，那怎么用手绘呢？比如说这个小人，我们想把它的问号抠出去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直接点手绘，然后拿笔刷圈一圈，然后点击最上面的。我们选中之后，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往里填颜色了。可是如果我想要挪动它，就点上面的那个小箭头，那个小鼠标。点完它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挪动它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图层嘛。然后你就随便挪动，想要怎么挪动就怎么挪动，就 OK 了。那除此以外，选区还有一个功能很重要，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画了一个正方形。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想让它转一下角度，刚刚好转到一个45度，你怎么办？你不能直接手调吧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做呢？你可以看到我们点完之后，它等比下方有什么旋转45度啊、适应屏幕啊，你一点它就会刚好旋转一个45度。那么这个呢就适合我们在后面作业的时候转角度的时候运用到它。然后你还可以点垂直翻转啊、水平翻转啊，都可以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选区比较重要的功能，也是我们后面当中运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功能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功能呢是在本次作业当中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变形贴图。如何变形贴图呢？就是在PS 里面我们只要点击 Ctrl+T 加变形就可以了。那么在 Procreate 里面更加简单一点，比如说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正圆，那我们要把它贴到下面这方块上去，如何做呢？我们点击它，好，点击圆，因为我是根据之前的这个我们去做的正圆，那么已经默认它是正圆。好，为了防止出错，我建议大家这样的先复制一个，然后把这个隐藏，这样能保证一个。好，那如何贴图呢？点击最上方。好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已经出现了自由变换、等比、扭曲、弯曲等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先让它等比。等比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它不会出现形变，它就是等比例放大放小而已。好，我们先把它缩小到一定范围，挪过来。好，把它这两个角对准这个之后，我们点击扭曲。那这个时候你再把它这个右下角这个点对齐这个，左上角的这个点对齐这个，
然后再点一下左上角的这个取消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符合形别的贴了一个上去。那我们可以给大家，那这个时候复制的作用就出来了。我们再给大家演示几个，再贴几个，老样子，点击它，扭曲，你看这个时候它就自动扭曲了。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拖，它可能会这样，对吧？不太 OK，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等比，因为这样的好拖嘛，对吧？先拖到这个位置。那为什么要先这样子？我建议大家先这样对齐呢？因为这样子好对齐，不然的话拖来拖去可能就歪了。好，点击扭曲过来，拖到这儿，你把它4个角对上。好，再点击取消，那这个图就贴上去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在本次作业当中非常重要的贴图功能啊。最后一个也顺带一贴完就 OK 了。点击左上角扭曲，先不扭曲，先让它等比过来，对吧？这个小一点的，搞小一点，扭曲，4个角对上，4个角对上。好，再点击取消，贴图成功。那么这个就是本次课程当中最重要的贴图。